OpenAI 发布 ChatGPT 的3周年之际，AI 大战呢是进入到了新一轮的激战中。谷歌在11月下旬重磅发布 Gemini 3，同时放出 TPU 集群训练 Gemini 与 Meta 大订单的消息，让 OpenAI 拉响红色警报 Code Red， 也让英伟达这样的 GPU 巨头吓出一身冷汗。随着模型巨头们开启新一轮的较劲， AI 云厂商们如今在算力市场蛋糕迅速扩张的现状中，既面临着紧张的速度竞赛，又面临着技术创新的压力。而我很好奇面对如今的云端大战格局，全球最大云厂商亚马逊云科技呢，会如何去布局下一步棋呢？所以我们又飞到了拉斯维加斯，而在今年的大会上我们发现这家云巨头简直把整个拉斯维加斯变成 AI 乌托邦，在这里连垃圾桶都要 AI 一下。而在今年的 Re-Event 上，我们发现不仅我们在现场玩得挺大，亚马逊云科技也玩得很大。By far the largest and most broadly deployed AI cloud infrastructure anywhere in the world. I think we are again in a time of renaissance. The freedom to move from concept to impact at an unprecedented speed. What we shared today shows that magic isn't mythical. They are changing the game. They're selling shovels and picks in a gold rush. There is gold out there. 不得不说亚马逊云科技年度 Re-Event 大会是绝对的 AI 产业风向标，超过6万人从全球赶来参会，数百万人在线接入。虽然展现的很多都是 To B 企业级上的技术创新和案例，但是这会告诉我们公司们在如何用脚投票，以及 AI 到底好不好用。They've got so much power and infrastructure already built that AI can take advantage of. It's really great to be able to have all the Lego building blocks that you can take and put together and build exactly the solution you want. I'm planning to extend it more and whatever the capabilities we are doing it for AI. 那这期视频就跟着我去到拉斯维加斯，我们会分别从算力、模型、agent 以及企业应用端等等方向来看一下亚马逊云科技奏响的这首云端狂想曲，聊聊他看到的 AI 未来发展趋势，如何去打这场云端攻防战役，以及呢，我们也带大家去看看今年的展区，切身体验一下在各行各业企业们在如何的运用 AI， 让产品更有创造力，让管理更有效率，让互动更丝滑，以及真正的去助力企业 AI 的最后1公里。顺便预告一下我在现场真的是逛嗨了，大家要看到最后哦。连续几天的密集发布我感觉亚马逊云科技是发了有上百项更新吧。我们这个视频可能不可能面面俱到都讲完但是我觉得有4个支点是有了非常大的更新，分别是算力、模型、首创的开放训练模型平台和 agent。而信号呢也非常明显，就是要加速的压住 AI， 而帮助企业完成务实的落地是核心任务。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市场非常关注的亚马逊云科技在算力支持上的升级。那结论是2025年年末，这家云巨头的策略是不仅继续与英伟达的 GPU 进行深度绑定，适配更好，那自研芯片的性能更是有着大幅度的提升。那这里有2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亚马逊云科技和往年一样强调与英伟达的合作，并且呢要做 GPU 的最佳栖息地。简单来说亚马逊云科技不只是部署英伟达的最先进 GPU， 而是会一起做深度优化，而这样的优化能让 GPU 算力获得极高的可靠性和可用性。比如说 CEO Matt Garman 就介绍了 P6e GB300 实例，这是基于英伟达 GB300 NVL72 构建的超节点服务器，而亚马逊云科技要将自身打造成运行英伟达显卡的更优选择。 That's quite easy to say, but to deliver that requires optimizing across every single layer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only AWS does. It turns out there are no shortcuts. 就在2025年11月初，亚马逊云科技与 OpenAI 宣布达成多年的战略合作，总额达380亿美元。OpenAI 选用的就是搭载英伟达 GPU 的 Amazon EC2 Ultra Servers 计算集群，在互联系统间实现极低延迟的通信，让 OpenAI 能够高效运行 AI 任务。但是让市场更为关注的是第2个重点也就是亚马逊云科技的自研芯片。和谷歌的 TPU 类似这样的 ASIC 专项芯片在一定程度上是给英伟达目前的垄断地位带来了威胁，但是对于亚马逊云科技这样的云厂商来说呢，这是一场算力突围战。
CEO Matt Garman 就在 Keynote 当中透露提供多种模型 API 调用的 Amazon Bedrock 平台上，绝大部分的用户都是在用亚马逊云科技的自研芯片 Trainium 来做推理，包括 Anthropic 的 Claude 模型推理都用的是 Trainium 芯片。而在今年的大会上，Trainium 芯片系列迎来了升级，采用3纳米工艺的第3代 AI 加速器 Trainium 3，能效相较于上代提升了40%，算力翻倍。Trainium 3 offers the industry's best price performance for large-scale AI training and inference. Now, we've talked about the incredible results that we've seen with Trainium 2 this past year, but Trainium 3 Ultra servers bring another huge leap forward. 4.4x more compute, 3.9 times the memory bandwidth, and this one is super important, 5 times more AI tokens per megawatt of power. And, as a special surprise, I have a rack of our Ultra servers on stage with me today. 而 Matt 还在现场直接剧透了 Trainium 4的消息 ，FP4 性能提升了6倍，内存带宽提升4倍 ，HBM 容量增加2倍，在性能增强的同时降低能耗，这进一步表明亚马逊云科技对自研内部 ASIC 芯片的决心和压注。那这个信号其实很重要因为前段时间谷歌的 ASIC 加速器芯片 TPU 呢是受到了非常多的讨论，那亚马逊云科技的动作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巨头在纷纷的加码 ASIC 芯片。那接下来 ASIC 芯片市场呢或许还会有更加积极的发展。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稍微的照顾一下不太了解 ASIC 芯片的观众，多说那么一嘴ASIC 专项芯片是为特定功能或者应用场景量身定制的集成电路。相比起英伟达的通用处理器 GPU， 它在特定任务上能够实现更高的效率、更低的功耗和更优的性能。简单来说呢，英伟达的 GPU 芯片通用性非常好，什么任务都可以做。但是呢 ASIC 芯片需要一定的适配时间，目前大概是几个月的时间差，但是一旦适配好之后，就能够实现更高效的训练和推理。There's lots of ways to optimize performance, but Trainium gives builders the tools to deliver great performance with their models and applications. And Trainium supports these workloads at meaningfully lower cost.而不得不说Trainium 系列在最近2年非常快速的发展，可以说呢是此前投资 Anthropic 80亿美元大手笔终于出了效果。在2024年的 Re-Event 上，亚马逊云科技与 Anthropic 是高调的宣布了 Project Rainier， 是设计30个数据中心，耗费 1.1 吉瓦的电力，采用了50万块的 Trainium 2芯片。而就是如此大集群的适配合作，让 Trainium 不仅仅是在推理还有大模型的训练上都进行了适配和优化，来给 Anthropic 的 Claude 这样的模型用户提供高性能和低成本的算力服务。看起来这80亿美元没有白投但是我们采访的投资人就认为ASIC 和 GPU 呢其实它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在现在阶段呢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如果你看就是这些大家都在很 aggressive 的去在自研芯片在 ASIC 上面投入的这几家云算厂商，同时还在 compete 说到底谁是 host NVIDIA GPU 最好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就很难把它 frame 成一个就是 ASIC versus GPU， 也就是有很多的 workload 是在 GPU 上非常好 OK 我们 offer 你最好的 GPU 对吧？我们有最好的这些 support， 然后最 reliable 的 infrastructure， 然后有最好的其他的这些 security 也好，然后 data sovereign 也好，这些相关的配套。同时如果你想要一些某些特定的 workload 在我们的这个ASIC 上面去跑是非常的有效，非常的物美价廉，非常欢迎你来我们的 ASIC。 我觉得更像是这么一个 dynamic。 所以各家的 ASIC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作为 NVIDIA 的补充，然后在一些 workload 上面能够更有效，然后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 manage 自己的 margin 和 cost structure。 另外一个层面呢，我觉得就是说他们自研的 ASIC 可以一定程度上去作为一个 differentiating factor versus 其他的这些cloud provider， 就不管是 versus 就是刚才提到这几家，还是 versus 这些 neo cloud 像 CoreWeave Nebius 这些。那让外界非常关注的除了自研芯片之外呢，那本次的亮点就还有亚马逊云科技的自研模型组合了。Nova 模型的更新让亚马逊云科技的模型生态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和升级。那么亚马逊云科技的第2首狂想曲呢，就是它模型层的更新。而今年在模型层的关键词是扩展。Nova has grown to be used by tens of thousands of customers today.
Everyone from marketing giants like Dentsu to tech leaders like Infosys or Blue Origin or Robinhood to innovative startups like Ninja Tech AI. And today, we're making Nova even better. Announcing a new generation of Nova with Nova 2. 那我们知道亚马逊云科技的模型家族叫 Nova， 4款模型的更新呢分别是 Nova 2 Lite、Nova 2 Pro、Nova 2 Sonic 以及 Nova 2 Omni， 都是在过去1年有了非常大的升级啊。那很有意思的是，亚马逊云科技的自研模型策略其实并不是与头部最强的模型去争性能，而是在能够与一线模型能力持平的前提下去打性价比这张牌，利用整个云生态的配套加持来让客户有更多的选择。那我们用这个逻辑去看亚马逊云科技的发布，其实就能够理解它今年发布的一系列模型的逻辑在哪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4款的 Nova 模型的升级。Nova 2 Lite 是一款面向日常工作负载的快速经济型推理模型，能够处理文本、图像和视频输入，并且生成文本输出。那也就是说，在处理各类文档，从视频中提取关键信息，生成代码，提供准确的基于事实的回答，以及自动化执行多步骤的 Agent 工作流上， Nova 2 Lite 的能力呢，都是适配这些任务的。Nova 2 Pro 是亚马逊云科技最智能的推理模型，能够处理文本、图像、视频和语音输入，并且生成文本输出。它适合用于需要高准确率的高度复杂任务，比如说 Agent 编程、长期规划以及复杂问题求解。这款模型还可以用作教师模型，通过知识蒸馏，将自身能力迁移到更小、更高效的学生模型上，用于特定垂直领域和应用场景。那也就是说呢 Nova 2 Pro 是适合用在多文档分析、视频推理、复杂的指令执行、高阶数学问题求解以及执行 Agent 与软件工程任务等等方面。第3个模型的发布是 Nova 2 Sonic， 是亚马逊云科技的端到端语音模型，将文本与语音的理解与生成深度融合，实现了实时类人对话式 AI 体验。这个模型支持更多语言和富有表现力的音色，具备更高识别准确率，并且提供高达100万 tokens 的上下文窗口，能够支撑长时交互，并且在语音与文本之间快速切换。模型可以异步处理任务，用户在继续自然对话甚至切换话题的同时，系统仍可以在后台完成比如说订票等操作。而 Nova 2 Sonic 还能够与 Amazon Connect 第三方语音服务提供商以及对话式 AI 框架集成，在客户服务、AI 助手和互动语音体验上支持交互。而第4个发布的模型叫做 Nova 2 Omni， 这是一款统一的多模态推理与生成模型，既可处理文本、图像、视频和语音输入，又可以同时的生成文本和图像。Nova 2 Omni 可以处理多达75万单词的文本、数小时音频、长视频以及数百页文档，可一次性同时分析完整产品目录、用户评价、品牌规范和视频素材库，降低了连接多种专业模型所带来的成本与复杂度。那么这样主打全模态的模型对于企业来说呢，其实是非常有用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包括思科还有西门子在内的众多企业就已经在利用 Nova 2 模型构建从 Agent 威胁检测到视频理解和语音 AI 助手等等多种的创新应用了。另外本次 Raven 大会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发布了4家外部模型上线 Amazon Bedrock， 其中的2家呢就是来自中国的大模型 Minimax 和 Kimi， 另外2家是 Google 的 Gemma 和英伟达的 Nemotron。这也使得 Amazon Bedrock 的丰富模型生态对开发者和企业们来说非常友好。而除了模型本身还有2个模型配套上的亮点，分别是发布的首个面向自建前沿 AI 模型的创新服务 Nova Forge 和面向 UI 工作流的高可靠 AI Agent 服务 Nova Act。那 Nova Forge 的创立初衷是这样的企业它在拥抱 AI 的时候呢，很重要的是要整合自身的私域和专有的知识。然而呢，在过去的2年尝试当中企业们往往面临3种不尽如人意的选择。那么第一种是对闭源模型进行有限度的 fine tune 微调，只能够浅层次的注入企业专业知识。那第二呢，是在缺乏原始训练数据的情况下，持续训练开源权重模型，可能会导致模型在指令跟随等基础能力上出现退化。那第三是从零开始构建模型，投入巨大的成本与时间。而企业真正需要的是既能够获得前沿模型的能力，又能够深度的去融合自有专业知识的解决方案，而 Nova Forge 就是亚马逊云科技找到的解决方案。
那 Nova Forge 呢是一个所谓的开放训练模型概念，通过将企业的专有数据与 Nova 的模型能力相结合，帮助企业去打造专属的 Nova 优化变体，也就是被称为 Novalis 的定制模型。目前旅游网站 Booking.com、Reddit 和索尼等多家企业或者机构就已经开始利用 Nova Forge 来构建更加契合自身需求的专属模型了。而另外一个重磅的服务叫做 Nova Act， 是用于在浏览器中构建和部署高可靠性的 AI agent， 实现自动执行各类操作。那么这项服务呢，是由定制版的 Nova 2 Lite 模型提供算力支撑，是构建和管理大规模浏览器自动化 agent 集群的快捷路径啊。那根据亚马逊云科技 ，Nova Act 在早期客户工作流中达到了 90% 的执行可靠性。一些客户案例呢，就包括出售公司 Solar Systems 将 Nova Act 集成到其平台当中，每个月为客户自动完成数10万次工作流任务，涵盖支付对账、协调货运和医疗记录更新等任务。OnePassword 利用 Nova Act 帮助用户以更少的手动操作访问登录信息，只需要一个简单提示即可以在数百个不同网站上自动完成登录步骤。赫兹通过使用 Nova Act 实现租车平台端到端测试自动化，将软件交付速度提升了5倍。这个平台每天处理100万美元的预订业务，以往呢需要数周才能够完成的测试流程，如今在数小时内就可以完成。Amazon Leo 在卫星互联网服务发布之前，借助 Nova Act 消除了质量测试瓶颈，用自然语言撰写测试场景，并且自动在数千个 Web 和移动端测试用例中执行和适配，大幅减少工程师投入时间。而 Nova Act 的推出呢，也显示出亚马逊云科技对于 Agent 方向的重视，而围绕着 Agent 来打造的一系列生态支持，也是今年的 Re-Event 的重点。I truly believe AI agents mark one of the most transformative steps of our time, and AWS is the best place to build and run these agents.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围绕着 Agent， 亚马逊云科技是如何想要重塑软件开发团队的协作边界的。Agent 在2025年爆发，特别是企业们是争先恐后的部署 Agent， 但是我们看到的难点在于将 Agent 引入内部的生产和管理，需要快速规模化部署，记住过去交互和学习，识别和访问所有 Agent 的工具和控制，掌握用于执行复杂工作流的 Agent 工具使用，最后观察和调试问题。这一套流程其实还挺复杂的所以呢，如何帮助客户去大规模的构建、部署安全的生产级 Agent， 亚马逊云科技给出的解决方案就叫做 Amazon Bedrock Agent Core。这是一款专为安全、大规模构建和部署 Agent 而设计的 Agent 平台，它包含了一系列的关键组件，提供了大规模运行生产级 Agent 所需要的全套服务。也就是说，客户既可以使用 Amazon Bedrock Agent Core 去构建 Agent， 也可以结合任何开源 Agent 构建框架。在此基础上， Bedrock Agent Core 有3项关键的新功能。第一是 Policy in Agent Core， 企业只需要用自然语言描述规则，就可以创建精细化策略，可以为 Agent 定义策略，比如说可访问的工具和数据、可执行的操作、使用条件等等，相当于为 Agent 的操作设定明确边界，解决了最棘手的权限问题。这也被视为着手企业中 Agent 搭建的最后1公里。第二是 Agent Core Evaluation， 通过内置的评估工具监控 Agents 在实际运行中的表现质量，评估维度呢就包括准确性和帮助性等方面，同时还可以添加自定义评估工具来满足特定的业务需求。第三是 Episodic Functionality in Agent Core Memory， 情景记忆功能，自动保存交互过程中的关键事件和状态，助力 Agent 从过往经验中学习，提升决策水平。Now, as agents become easier to build, the next big question emerges. How do we make them more efficient? Today's off-the-shelf models have broad intelligence. They can handle complex tool use, multi-step reasoning, and unexpected situations. But they aren't always the most efficient. And this efficiency is not just about cost. It's about latency. How quickly can your agent respond? It's about scale. Can it handle peak demand? It's about agility. Can you iterate and improve quickly? And these are the practical realities of deploying AI at scale. 我们可以看到亚马逊云科技在布局的这些功能的核心目标都是加速 Agent 从想法到大规模生产落地的进程。
除此之外这次新发布的3款 Agent Hero Autonomous Agent 可以自主进行开发和编程，就像一个优秀的程序员在指导下独立完成开发任务。它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软件的开发方式，能够与开发流程并行运作，保持上下文理解，自动化完成从功能交付、缺陷分类到提升代码覆盖率等一系列任务。Amazon Security Agent 则是承担虚拟安全工程师的角色，在应用设计、代码审查与渗透测试等环节充当安全顾问。Amazon DevOps Agent 则是作为虚拟运营专家，协助团队解决并且预防运行故障，持续提升系统可靠性与性能。那到这里我们来总结一下 Re-Event 整个大会几天下来宣布了有上百项更新吧，我们实在是不能一一来跟大家说明啊。但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构建 AI Agent 的4大支柱的全面升级。AI 芯片、模型生态、首创的开放训练模型平台以及 Agent 开发工具，这4大支柱的升级以及全生态的加速压铸，也明确传递出了一个关键信息：尽管 AI 正在改变应用开发的方式，但是云计算的基础属性、安全性、可用性、弹性、成本和敏捷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重要。Google 很明确就是要主推自己家的 Gemini， 对吧？ Microsoft 其实就是相对来说OpenAI 的模型。 Amazon 是这几家里面我觉得相对来说最均衡的一个，它虽然说自己也有自己的 Nova 系列的模型，但是就并没有说感觉到它是要去把自家的模型当做一个主推的点，而是去提供一个它的 focus 我觉得更多是在这个 Bedrock 这一个层面，比如说作为一个 multi-model 的一个平台，然后把其他的配套的这些东西，不管是 security 也好，然后 data storage 也好，把这些东西都搭得很完整，然后给大家提供这么一个 platform。 其实给我的感觉是有点像它的一个电商这一块的一个思路，对吧？就是把大量的 supply 和大量的 demand 汇集到它这里，然后让它在去中间提供作为这么一个平台的角色。那么说完了这些硬核的更新啊，我们来说点更好理解的客户案例，还有呢我们在现场的一些实地的体验哈，来看一下亚马逊云科技的客户都是怎么来拥抱 AI 策略的。那么每年的拉斯维加斯 Re-Event 大会上，虽然呢有很多技术非常的硬核，但是我还是觉得整个大会做得非常好的一点是通过客户的案例来把很多云上技术怎么去赋能产品这件事情啊说得非常的生动很好玩，让观众们很能理解。那么今年在现场看 Keynote 的时候啊，让我记忆非常深刻的有这么几个合作的案例哈。首先呢就是 Photoshop 的母公司 Adobe。作为被生成式 AI 最直接影响的设计师群体们啊，也一直非常的关注 Adobe 上的 AI 功能进展。Adobe 的首席执行官 Shantanu Narayan 就表示，为了加速 AI 转型， Adobe 正在利用亚马逊云科技的基础设施，帮助公司核心产品中部署 AI。比如说一站式平台 Adobe Firefly 就包含了 Adobe 生成式 AI 模型，支持文本到图像、文本到视频和生成填充能力。这些模型是由英伟达 GPU 驱动的 Amazon EC2 P5 和 P6 计算实力进行的模型训练，而 Adobe Firefly 上的模型已经生成了超过290亿份的创意资产。那我们也可以感受到 AI 赋予创作者们的创意掌控力。同时呢 Adobe 也将 AI 助手集成进了 Adobe Express， 而与亚马逊云科技的合作保证这些 agents 不仅运行高效，更重要的是具备高度的安全性。那么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案例呢，是传媒巨头康泰纳仕。那如果你没有反应过来这家公司的名字，那 Vogue 杂志大家总知道吧？那康泰纳仕呢就是 Vogue 的母公司，而这家百年出版业巨头呢正在联手亚马逊云科技进行现代数字媒体的转型。康泰纳仕的首席产品官兼首席技术官 Sanjay Bhakta 就在台上表示啊，从传统媒体转型的过程中，痛点是旗下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传媒品牌业务线和资产极其分散，而公司基于亚马逊云科技构建统一内容系统与数据湖仓，通过 AI 翻译实现内容跨区域联合发布，使得数字收入占比达到 70%， 其中纽约客付费订阅超过了100万。同时呢，康泰纳仕还依托于亚马逊云科技合作大型的直播活动，包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慈善晚宴 Met Gala。 对，没错，就是那个大家穿着这个争奇斗艳的晚礼服被称之为时尚奥斯卡的 Met Gala。
通过与亚马逊云科技的合作，康泰纳仕通过对事件和直播流的实时分析，使得 Met Gala 这样的时尚盛会的参与度 engagement 比格莱美奖要高出 54%， 比金球奖要高出近 400%， 甚至呢比超级碗都还要高出 522%。对于康泰纳仕这样的传媒巨头来说， AI 转型非常关键。就像这位首席技术官在最后的 PPT 上说的，纸质媒体定义了我们，数字媒体扩张了我们，而数据将变革我们。那么在现场呢，还有2个上天入海的案例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啊。那我们就先来讲讲如何用 AI 上天。在今年的 Ray Event 大会上，贝索斯旗下的商业太空公司蓝色起源 Blue Origin 简直就是炸场，简直呢是把客场当成自己的发布会主场啊，各种的放重磅消息。首先啊，蓝色起源是发布了第一艘能够自主垂直发射和着陆的航天器，同时呢，旗下的 New Glenn 号轨道火箭成功的发射并且着陆，接下来将目标放在重返月球上。而公司与亚马逊云科技合作，使得2700个 agent 进入业务流程，在过去1个月当中，为 70% 的员工促成了超过350万次的互动。同时呢，蓝色起源还发布了一款月球吸尘器。这款利用 AI 研发出来的能够将月尘转化为能源的设备，完全由 AI 设计。而蓝色起源更是大胆地将亚马逊云科技的 Agent 功能引入到了航空系统设计，从细化需求、物料沟通到更高技术力的系统架构和物理仿真。蓝色起源通过内部的 BlueGPT 平台调用了多个 Agent 来支持研发，让总体交付速度提升了 75%。 With agentic AI, we believe that the future is now. It's just not evenly distributed. We aren't yet developing all of our products using AI, but we will be. With millions of people living and working in space, we believe in a world where we can agentically design an entire rocket, where we can launch 100 rockets with one person, rather than one rocket with 100 people. 最后呢，就是用 AI 入海了。在最后一场的 Keynote 演讲当中啊，亚马逊 CTO Werner Vogel 就分享到，海洋清理组织 Ocean Cleanup 通过 AI 技术上的合作来优化塑料检测模型，预测垃圾移动轨迹，最大化清理效率，确保在全球最关键的区域展开工作。那么在现场啊，这样的客户案例还有非常多。不仅呢，从 Keynote 当中我们听到了非常多振奋人心的故事 ，To B 企业端正在如何的用 AI 来提效，并且在现场的展区呢，我们也能够亲身体验到未来产品与 AI 的结合形态。那今年呢，我自己的参会体验啊，我主要是放在了体育赛事的这个垂类上，而亚马逊云科技呢，是单独的给这个行业呢安排了一个巨大的空间来展示。那无论是小游戏，比如说是扔飞镖，通过端侧镜头进行视觉识别，然后在云端实时计算分数这种非常小的场景。Sorry。到实时的台球角度和力量识别来指引玩家，到实时云端高尔夫教练指导，还有呢实时胜率分析的电竞直播。那同时呢 F1 赛车和亚马逊云科技的合作，可以说又是给我增长了好多的知识点啊。今年苹果的 F1 狂飙飞车电影，让这个赛事背后的运转机制来到了大众面前。我们知道啊，每辆赛车都配备了300个传感器，每秒产生超过110万个数据点，所以呢 F1 堪称一项真正的由数据驱动型运动。但是厉害的是，这么快的速度下，就像赛车马上要进维修站的那么几秒的时间，云服务的实时数据传输要到位，即时数据分析要准确，那这使得车队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高效精确的响应和支持。这个技术真的是非常厉害的。哦，对了，我还在现场体验了一把 F1 换轮胎的工作。我第一次尝试的成绩啊，实在是有点惨不忍睹。但我相信，只要我勤奋练习，达到2秒就能够去 F1 兼职换轮胎啦。另外呢，亚马逊云科技与 NBA 的合作呢也是非常有意思。从前啊，篮球比赛的分析全都是手写，基本上数据分析很难做到。而 AI 如今呢，能够帮助 NBA 去追踪和共享统计数据，衡量以前无法直接量化的球员表现，包括使用亚马逊云科技的机器学习来跟踪投篮难度、防守综合评分和引力。那作为伪球迷的我，第一次呢听到对引力 gravity 这个概念啊，那这是一种战术概念，指的就是球员对对手防守注意力的吸引力。
那当一名进攻球员具备足够的威胁，他会迫使防守者更多的去关注、靠近或者协防他，从而呢改变整个防守的站位和决策。而在 AI 出现之前啊，引力这样的数据啊是很难被记录并且分析的，并且呢观众其实也没有这样的意识。而如今啊有了 AI 的加持，对 Gravity 的分析成了 NBA 最核心的数据指标之一，并且呢也是改变了观众们只关注带球球员的比赛观看方式。来，顺便考考大家 ，NBA 球星当中最有引力的球星是谁呢？答案就是 Stephen Curry， 你猜到了吗？所以呢，其实 NBA 圈啊有着酷有引力这样的说法。那库里可能也没有想到，有人成为他的粉丝居然会是因为亚马逊云科技的 Ray Event 大会。好，其实咱们这次去拉斯维加斯的 Ray Event 逛了这么久啊，听了这么多，也看了这么多的发布，我的感受呢，就是对 AI 在2026年的发展啊，我真的是更加期待了。那一路上呢，我和同行的同事在聊说，看看过去 AI 发展的这3年，第一年呢是大家有巨大的新鲜感，觉得啊这个模型牛，那个模型厉害，然后到了第2年呢是巨大的失落感，发现其实这个不太好使，那个 bug 也很多，然后呢现在是第3年，大家开始真的全力以赴的去思考，怎么样才能够落地，在各个生态、各个方向、各个技术站上去创新研发出解决问题的产品和服务，那这其实是技术爆发的第3个阶段。而在今年的 Ray Event 上啊，我真的是感受到了第3个阶段。就像今年大会上 CEO Keynote 演讲的开场动画上的字说，如果问题不是这可能吗，而是简单的为什么不呢？而亚马逊的 CTO Werner Vogels 更是说了一段非常动人的话。那今年呢是他第14年在 Ray Event 上面做 Keynote 演讲了，也是他最后一次的演讲。他对现场的开发者们说，我们建造的大部分东西最终都不会有人看到，我们之所以能够把这些做得这么好，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对卓越运营的专业自豪感。 An Amazon customer will click a button and the package arrives. Does it think about the people that actually maintain the catalog? That do the supply chain? All of that work? Nobody sees that. Yeah? Your customers are never going to tell you that your database engineers are doing amazing work and they love what they've done. Only you understand that work that goes into it. I believe it is important for all of us to have pride in our work, in the unseen systems that stay up for the night, in clean deployments, the rollbacks that nobody notices. Most of what we build, nobody will ever see. And the only reason why we do this well is our own professional pride in operational excellence. That is what defines the best builders. They do the things properly, even when nobody's watching. 那每次来 Ray Event 呢，我都挺被触动的。来到这里，其实很多都是 To B 企业服务端和工程师、开发者以及所谓的 builder 们。那他们呢是做着非常基层、非常 infrastructure、非常基建的工作，不像 To C 端很多人能够感受到这个模型产品那么的 fancy、那么的惊艳，反馈那么直接哈。但是呢，就是这些不被看见的价值，才是科技发展道路上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所以啊，如今 ChatGPT 上线3周年之际，亚马逊云科技在用过去3年的时间，非常长期主义的去追求自己擅长的事情，也就是 Werner 口中说的卓越运营，并不追求某一个环节的单点领先，而是通过极致的优化，让算力、平台、模型、数据管理、agent 工具形成全站的生态支持，真正的去帮助 AI 去落地，这会让我更加期待2026年的到来。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你们的留言、转发和点赞是支持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